丽芳，明天我带全体员工回家聚餐，你准备一下。方建东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16个人，那我需要买很多菜，预算多少？”王丽芳擦着手问：“就简单句句，别搞得太复杂。”说着，方建东拿起手机转了个账。王丽芳看到手机提示，收到转账20.00元。聚餐当天，丽芳端着一个大盆子走了出来，在场的所有人看来看盆内，脸上的表情变得尴尬。建东脸上的笑瞬间僵住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王丽芳站在厨房里，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20块钱。她的丈夫方建东要求她用20块钱为17个人准备一顿聚餐。半年前，丽芳还是市区一家会计事务所的资深会计师，月薪8000，工作稳定，同事关系融洽。那时候的她每天早上7点半出门，晚上6点回家，周末还会和闺蜜逛街看电影，日子过得充实又自在。一切都在建东创业那天改变了。丽芳，我要开公司了。那天晚上，建东兴奋地抱着她转圈。建材贸易前景很好的，我已经找好了办公室，还有几个员工。丽芳当时很高兴，支持他的决定，甚至主动提出要不要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投资。不用，我有规划的。建东摆摆手。不过有一件事，你得辞职。丽芳愣了，为什么？你想啊，我现在是老板了，老板娘还在外面上班，别人怎么看？建东理所当然地说，会觉得我混得不好，连老婆都养不起。可是我的工作很稳定，而且我喜欢。丽芳，你要理解我，创业初期最重要的就是面子。建东打断他。员工要看老板有没有实力，客户要看老板有没有底气。你在家相夫教子，我在外面打拼事业，这样才像成功人士的样子。丽芳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递交了辞职申请。她告诉自己，这是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，为了他们共同的未来。方建东的公司确实开起来了。名字叫东方建材贸易有限公司，听起来很气派。办公室在市区一栋写字楼的12层，面积不大，但装修得很体面。员工一共16个，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还有一个销售经理张经理，是建东的大学同学，40来岁，很有经验。建东每天西装革履地出门上班，晚上回来总是兴致勃勃地跟丽芳分享公司的事情。今天又谈成了一笔订单，5万块的货。张经理说我很有老板的气质，员工们都很服我。小李今天生日，我请全部门的人吃了顿好的，花了1000多。丽芳听着，心里既高兴又有些不安。高兴的是丈夫的事业似乎很成功，不安的是家里的开销却越来越紧。建东给他的生活费从最开始的5000降到3000，现在只有2000。公司刚起步，到处都要花钱。建东总是这样解释，等稳定了，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丽芳只能点头答应。她开始精打细算的过日子，买菜选最便宜的，衣服很久不添置新的，甚至连化妆品都省着用。可是建东请客的频率却越来越高，员工生日要请客，拿下订单要请客，见客户要请客，节假日也要请客，每次都是几千块的消费。丽芳，你不懂生意场上的事。建东振振有词，老板就要有老板的样子，小气巴拉的，谁愿意跟你做生意？这叫投资，懂吗？钱花在刀刃上。丽芳想问，那家里就不是刀刃吗？但她没有说出口。
3个月后的一个周末，丽芳在阳台晾衣服，楼下传来熟悉的声音。她低头一看，建东正和几个年轻人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，都是公司的员工。方总太客气了，今天这顿饭得花不少钱吧？小李笑着说：“哎呀，跟兄弟们吃饭还谈什么钱？”建东大手一挥：“咱们公司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我这个当老板的不照顾你们照顾谁？方总就是大气，不像有些老板抠抠搜搜的。”小王附和道：“那是格局决定结局嘛。”建东得意地拍拍胸脯：“今天海鲜大餐加包厢，2000多块，我眼都不眨一下。”员工们都竖起大拇指夸赞。丽芳在阳台上听得一清二楚，2000多块，这是他1个月的生活费。建东一顿饭就花掉了。晚上建东回家，脸上还挂着笑容。今天爽了吧？丽芳问。那必须的，你是没看到员工们那个高兴劲儿。建东洗着手，小李还说要在朋友圈里发照片，说跟着我有前途。这种时候花钱是值得的，能收买人心。丽芳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她想起昨天自己想买件200块的外套，被建东说太贵了，现在能省就省吧，等公司做大了再说。可是转眼他就能花2000块请员工吃饭，这样的事情变得越来越频繁。每次建东请客回来，都要在丽芳面前炫耀一番。今天小王签了个大单，我请他们部门吃烧烤，花了800。张经理介绍了个新客户给我，我请他去 KTV 唱歌，1500。中秋节要到了，我包了个酒店包间，全体员工聚餐，预算3000。每次丽芳听到这些数字，心里都会咯噔一下。她开始怀疑建东到底赚了多少钱。按他这个花法，公司得有多少利润才够用？有一次，她忍不住问了建东：“咱们公司现在每个月能赚多少？”建东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这个你不用操心，反正够花就行。我只是想了解一下，毕竟是咱们共同的事业，你一个女人家的，管这些干什么？”建东有些不耐烦：“我在外面赚钱已经够累了，回家还要跟你汇报账目。”丽芳被噎得说不出话。她想起以前在会计师事务所的时候，经常接触各种公司的财务状况。像建东这种小公司，利润其实是很微薄的，尤其是建材贸易，竞争激烈，毛利很低。他花在请客上的钱，恐怕占了公司收入的很大一部分。这样下去真的可持续吗？但他不敢再问了。每次提到钱的话题，建东总是很敏感，仿佛他在质疑他的能力。丽芳只能把疑虑藏在心里，继续过着精打细算的日子。他学会了在超市关门前去买打折的蔬菜，学会了用各种优惠券和活动价，学会了把一块肉分几顿吃。而建东依然隔三差五的请客，在员工面前挥金如土，在家里却对每一分钱都斤斤计较。丽芳，热水器别开太久，电费贵，买菜能买便宜的就别买贵的，反正都是吃。这个月生活费我可能要少给你点，公司有笔大投资。丽芳每次听到这些话，都想问他：那你请客吃饭的钱算什么？那不是投资吗？但他最终还是忍住了。他告诉自己，建东在外面不容易，维持面子也是必要的。等公司真正做大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6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建东回家显得特别兴奋，一进门就大声宣布：丽芳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丽芳从厨房走出来：咱们公司成立半年了，我决定搞个庆祝活动。建东搓着手：就在咱们家举办全员聚餐。丽芳愣了一下：在家里？
对呀，这叫家庭式聚餐，让员工们感受一下老板的人情味。建东越说越激动，你想想，哪个老板会把员工请到家里来？这说明我把他们当家人，不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。丽芳皱起眉头，可是咱们家这么小，16个人坐得下吗？坐得下，坐得下，大不了搬些椅子过来。建东满不在乎，重要的不是环境，是这份心意。员工们肯定特别感动，会觉得跟着我这个老板有人情味。丽芳还是有些担心，那要准备多少菜啊？16个人，就是简单句句，别搞得太复杂。建东摆了摆手，你的手艺我还不知道，随便做几个菜就行。可是16个人，不是一般的家常菜量。行了行了，你别操那么多心。建东有些不耐烦，我说简单就是简单，你按照平时的标准准备就行。丽芳想再说什么，但看到建东的表情，还是咽了回去。那预算呢？买菜需要多少钱？他问。建东头也不抬地玩着手机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简单句句，但是16个人的菜，总得有个预算吧？你怎么这么多事？建东终于抬起头，不耐烦地看着他。就是请员工到家里吃顿饭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可是，别可是了。建东拿起手机，我转点钱给你，够了。手机响了一下，丽芳看了看转账提示，20.00元。他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又仔细看了一遍，确实是20块钱。建东，你是不是转错了？他试探性地问。没错啊，就是20块。建东已经重新埋头看手机。够了，买点菜就行。丽芳感觉脑子有点转不过来。20块钱，16个人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建东终于放下手机，不耐烦地看着他。我都说了是简单聚餐，又不是满汉全席。可是16个人，16个人怎么了？你以为他们是来吃大餐的？建东的语气有些冷。他们是来感受家庭温暖的，不是来蹭吃蹭喝的。重要的是心意，不是菜的好坏。丽芳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都没说。她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刺眼的数字，20块钱。她想起上个礼拜建东请客户吃饭，花了1800块。那天他回来还很得意地跟他说，今天这顿饭值了。客户当场就答应合作了。1800块请一个客户，20块钱请16个员工，这是什么逻辑？什么时候？他问。明天晚上。建东又开始看手机。明天？这么急？临时决定的。我今天在公司宣布了，员工们都很高兴。建东头也不抬，你明天白天去买菜准备一下就行。丽芳感觉一阵眩晕。明天晚上16个员工要到家里来聚餐，他要用20块钱为17个人准备晚饭，这怎么可能？建东，我觉得20块钱真的不够。够了。建东猛地抬起头，语气很冲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简单聚餐，简单聚餐，你怎么就听不懂呢？非要搞得多复杂。丽芳被他的语气吓了一跳，不敢再说话。建东看他不说话了，语气缓和了一些。丽芳，你要理解我，公司刚起步，到处都要省钱。这次聚餐主要是让员工感受家庭氛围，不是为了吃喝。你就简单做几个菜，意思意思就行，他们不会计较的。丽芳点了点头，转身进了卧室。她坐在床边，看着手机上的转账记录，20块钱。她想哭，但眼泪出不来。下午5点，丽芳开始准备晚饭。准备工作用了不到半个小时。5点半的时候，建东回来了。准备的怎么样？他一进门就问。差不多了，丽芳淡淡的说。建东走进厨房看了看，就这些菜，
就这些。丽芳点点头，20块钱买的。建东皱了皱眉，但没有说什么。他们马上就到了，你快点准备。已经准备好了。丽芳说。这么快？建东有些意外。20块钱的菜能有多复杂？建东听出他语气里的讽刺，但没有计较，可能是觉得员工马上要到了，不想在这个时候起冲突。6点整，门铃响了，建东兴冲冲地去开门。来，欢迎欢迎，他热情地招呼着。员工们陆续进门，有说有笑。方总，打扰了。张经理客气地说。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，都是一家人。建东大声说道。今天让大家来家里，就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家庭的温暖。方总太客气了。小李笑着说。我们还是第一次到老板家里吃饭呢，那是你们没遇到我这样的老板。建东得意地说。我一直说，咱们公司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我这个当家长的当然要照顾好每一个家庭成员。员工们纷纷点头称赞。方总就是有格局，跟着方总就是有人情味，不像有些老板只知道压榨员工。建东听得心花怒放。那是当然，我方建东做人做事都讲究一个情字。今天呢，我专门让我老婆亲自下厨，她的手艺可是一绝，比外面酒店的菜都好吃。丽芳在厨房听到这话，嘴角露出一丝苦笑。比酒店的菜都好吃，她倒要看看20块钱的菜怎么跟酒店比。嫂子太辛苦了。小王说。16个人的饭得忙多久啊？那是我老婆最贤惠了。建东骄傲地说。别说16个人，就是30个人他也能应付，而且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员工们听了都很期待。在他们的印象中，方总在外面请客从来不含糊，动辄几千块的消费，从不眨眼。现在到了方总家里，肯定更加丰盛，毕竟这是老板娘亲自下厨啊。方总，需要我们帮忙吗？张经理问。不用，你们就坐着等着享受就行。建东摆摆手。丽芳，菜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丽芳的声音从厨房传来。那就开始上菜吧。建东兴奋地搓着手。大家今天有口福了。员工们都伸长脖子期待着，有人已经拿起筷子准备开动。这时，丽芳端着一个大盆子走了出来。在场的所有人看来看盆内，脸上的表情变得尴尬。建东脸上的笑瞬间僵住。盆子里装着清汤寡水的青菜汤，汤里几乎看不到一点油腥，就是白水煮青菜。员工们愣了一下，但还是礼貌地鼓掌。哇，看起来很清爽。小李违心地说。绿色健康。小王也跟着附和。建东的脸色有些不好看，但还是强装笑容。这是头道菜，开胃的，好菜还在后面呢。丽芳没有说话，转身回厨房。很快，她又端出一个盘子，盘子里是4个水煮鸡蛋，切成了片。就这样，没有任何调料，白白的鸡蛋片整齐地摆在盘子里。员工们面面相觑，这也算一道菜？这个很原生态。张经理勉强找了个词。对，原汁原味。其他员工也跟着说，但声音明显没有刚才那么热情了。建东的脸色更难看了，他想说什么，但忍住了。丽芳再次回厨房，很快端出了第3道菜，一盘清炒豆腐，就是白豆腐块，稍微炒了一下，连葱花都没有。至此，所有的菜都上齐了。3道菜摆在桌子中央，青菜汤、鸡蛋片、清炒豆腐。17个人围着桌子坐着，看着这3道菜，整个客厅安静得落针可闻。员工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他们以为还有其他菜没上，毕竟这3道菜给3个人吃都不够。
何况17个人，还有菜吗？小黎小声问。丽芳平静地说：“没有了，这就是全部，这就是20块钱能准备的聚餐，大家慢用。”说完，他在一边坐下，不再说话。整个客厅鸦雀无声，员工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建东的脸色铁青，额头上开始冒汗。这个丽芳可能准备的有点匆忙，他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要不我们叫点外卖？”不用了。丽芳的声音很平静：“这就是按照你给的预算准备的，20块钱，17个人，我觉得已经很丰盛了。”员工们终于明白了什么，20块钱，17个人，他们面面相觑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张经理是最先反应过来的。作为建东的大学同学，他很了解建东的性格，也知道建东在外面花钱的习惯。建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小声问。建东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，脸上的汗珠越来越多。嫂子刚才说20块钱是什么意思？小王也忍不住问。丽芳看了建东一眼，然后平静地说：“昨天建东告诉我要带全体员工回家聚餐，我问预算多少，他给我转了20块钱，说这些够了。”员工们瞪大了眼睛，20块钱给16个员工做饭，这怎么可能？一定是搞错了。小李说：“方总不可能这么抠门。”对呀，方总请我们吃饭，哪次不是几千块？小王也说：“就是上周，方总还请大客户吃海鲜，花了1800。”说完这话，小王意识到了什么，立刻闭上嘴，但已经太晚了，所有人都听到了。这个对比太鲜明了，鲜明的让人无法忽视。方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张经理直接问。建东脸红脖子粗，半天说不出话。他想解释，但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难道承认自己给老婆20块钱买菜？那他在员工面前的威信还要不要了？可能是个误会。他最终挤出一句话：“误会。”丽芳冷笑了一声，他拿出手机，调出转账记录，大家看看是不是误会。手机屏幕上清清楚楚地显示收到转账20.00元，时间昨天晚上8点23分。员工们看到这个转账记录，彻底傻眼了。真的是20块钱，不是2000，不是200，就是20。方总，这……小李不敢相信，其他员工也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建东。建东，你这样做不合适吧？张经理皱着眉头说：“嫂子一个人要给我们16个人做饭，你就给20块钱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”建东急了：“你们不懂，这是……他想说这是节约，是公司刚起步需要控制成本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因为他想起员工们都知道他请客花钱的事情。这个时候说节约，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？方总，我们理解公司要控制成本。小王说，但您请客户吃饭花1800，请我们聚餐用20块，这个差距是不是太大了？这话就更直接了。所有人都在等建东的解释。建东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，他从来没有这么难堪过。平时在员工面前都是威风凛凛的老总形象，现在却被揭穿了真面目。他张了张嘴，还是说不出话来。这时门铃响了，所有人都愣了一下，谁会在这个时候来？丽芳起身去开门，门外站着邻居刘阿姨。丽芳，我给你送点菜来。刘阿姨提着一大袋子东西，知道你今天招待客人，20块钱怎么够？我做了点菜，你们一起吃吧。刘阿姨的话音不小，员工们都听到了，他们面面相觑，更加确信了刚才听到的事实。
连邻居都知道方总只给了20块钱买菜，这不是临时出错，而是事实。刘阿姨走进客厅，看到满屋子的人都呆呆地坐着，桌上摆着3道简陋的菜，她立刻明白了什么。哎呀，你们都饿坏了吧？她热情地说，我在家做了些菜，正好给你们送过来。说着，她开始往外拿菜，红烧肉、糖醋排骨、麻婆豆腐、炒青菜、蒸蛋羹，一道接一道，很快桌子就摆满了。员工们看着这些菜，眼睛都直了。刘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张经理连忙起身，不客气不客气，都是邻居，应该的。然后他看了看建东，语气有些冷，建东啊，你这样可不行。丽芳一个人要给这么多人做饭，你怎么能只给20块钱呢？这不是让人家难堪吗？建东脸更红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员工们听到邻居都在指责老板，心情更复杂了。丽芳以前可是会计师，月薪8000多呢。刘阿姨继续说，为了支持你创业，主动辞职在家，你倒好，每个月就给人家2000块生活费，还要求人家用20块钱给16个人做饭，你这良心让狗吃了。员工们听得目瞪口呆，嫂子以前是会计师，月薪8000，现在每个月只有2000块生活费，而且还要用20块钱给他们做饭，这个反差太大了。刘阿姨，您误会了。建东想要解释，误会什么？丽芳昨天哭着跟我说的，还能有假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都不知道丽芳有多不容易。以前多风光的一个人，现在买个菜都要精打细算，就为了支持你的事业。员工们听着，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。他们想起平时和方总吃饭时的情景，方总总是大手大脚，从不计较钱，说什么格局决定结局，老板就要有老板的样子。现在才知道，这些钱都是从嫂子的生活费里省出来的。你们快吃菜吧，别饿着了。刘阿姨，谢谢您。员工们纷纷道谢，但没有人动筷子，气氛太尴尬了。你们不用客气，主要是心疼丽芳，这么好的一个姑娘，跟了个什么人啊？说着，他瞪了建东一眼，建东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。他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，在自己的员工面前被邻居指着鼻子骂，关键是他还没法反驳，因为刘阿姨说的都是事实。阿姨，您别说了。丽芳终于开口，大家都饿了，先吃饭吧。刘阿姨看了看丽芳，点点头，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你们慢用啊。走到门口时，又回头说了一句，建东，你要是再这样对丽芳，我可不答应。这么好的媳妇，你不珍惜，有的是人珍惜。说完，他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。客厅里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刘阿姨走后，客厅里的气氛更加沉重。员工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，但没有人动筷子，大家都在消化刚才听到的信息。建东坐在主位上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他想说些什么来挽回局面，但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那个，大家吃菜吧。他勉强挤出一句话。刘阿姨做的菜很好吃的，但没有人响应。员工们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。张经理是第一个打破沉默的。建东，我们需要谈谈关于刚才的事情，是真的吗？嫂子真的每个月只有2000块生活费？建东不敢看他的眼睛。这个是我们家的私事。私事？张经理皱起眉头。可这影响到你的人品了。你在外面请客一顿饭几千块，对自己老婆这么抠门，聚餐最终不欢而散。员工们草草吃了几口饭就离开了。临走时都向丽芳道歉，
没有人跟建东说话。建东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看着满桌的剩菜，心情沉重的无法形容。他知道今天这件事会传开，明天整个公司都会知道他给老婆20块钱买菜的事，他的微信会一落千丈。丽芳在厨房收拾碗筷，没有跟他说话，整个家里安静的可怕。丽芳，建东终于开口了。丽芳没有理他，继续收拾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只给你20块钱。丽芳停下手中的动作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你觉得错在哪里？我不应该这么抠门。丽芳摇摇头，你还是不明白，错的不是抠门，错的是你的价值观。在你眼里，外人比我重要，面子比家庭重要，虚荣比真心重要。建东被说得无言以对。我请客户是为了生意，请员工是为了团结。他辩解道。那我呢？丽芳问。我为了什么？我放弃工作，在家支持你的事业。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让你用20块钱羞辱我。建东低下头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第二天，建东忐忑不安地去上班。果然，员工们的态度都变了。以前见到他都是方总好，方总早的热情招呼，现在都是点头应付，没有以前的热情了。中午的时候，张经理找到他。建东，我想跟你谈谈关于昨天的事，还有公司的未来。张经理的语气很严肃。我对你很失望，我们是大学同学，我一直很信任你，但昨天的事让我重新认识了你。建东想解释，张经理，你听我说。不用说了。张经理摆摆手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离开公司。建东如同被雷击中。什么？你要走？对，我不能跟一个品格有问题的人共事，连自己老婆都不善待的人，我怎么相信你会善待员工？怎么相信你会诚信经营？建东急了。张经理，你不能走啊！公司现在正是发展的关键时期，没有你不行的。我可以改，我可以对丽芳好一点。张经理摇摇头，这不是改不改的问题，这是人品问题，本性问题。我已经联系好了新工作，下周就走。一个下午，又有3个员工提出辞职。到了晚上，16个员工已经有8个要走了。第3天，一个重要客户打电话来，方总，听说你家里出了点事，就是关于你老婆的事。张经理跟我说了，方总，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合作的事。一个连老婆都不善待的人，我们怎么相信他会诚信经营？电话挂断后，建东彻底绝望了。1周后，建东的公司已经摇摇欲坠，16个员工走了12个，只剩下4个新人。3个重要客户终止了合作，公司的业务几乎停滞。晚上回到家，丽芳正在客厅看书，是一本会计专业的书籍。你在看什么？建东问。复习一下专业知识。丽芳头也不抬，准备重新找工作。建东心里一惊，你要出去工作？对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丽芳放下书，看着他。建东，我们需要谈谈。我想过了，我们的婚姻已经出了很大问题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尊重的问题。在你心里，我只是个工具人。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我们重新开始，你改变你的价值观，我们平等相处；要么我们离婚，各自寻找自己的人生。建东愣住了。分开？你要跟我离婚？不一定离婚，但要分开生活。我会重新工作，经济独立。你愿意改变，我们就继续；不愿意改变，我们就结束。丽芳，我可以改。他急忙说，我已经意识到错误了，以后我会尊重你，会平等对待你。丽芳摇摇头，光说没用，要看行动。
而且现在你的公司都快倒闭了，你拿什么改变？正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丽芳去开门，是张经理。嫂子，打扰了，我想跟你谈一件事。张经理客气地说，我打算自己开一家贸易公司，希望你能加入做财务总监。丽芳愣了一下，我了解你的能力，你以前是资深会计师，专业能力很强，而且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我觉得你的人品很好，我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。建东脸色大变，张经理，你这是在挖我墙角？我挖什么墙角？张经理反问，你对嫂子好过吗？她现在失业在家，我给她提供工作机会，有什么不对？建东说不出话来，我需要考虑一下。丽芳说，当然，你慢慢考虑，如果决定了，随时联系我。我们的公司会是平等合作的关系，没有老板和员工，只有合伙人。张经理走后，建东试探性地说，如果我把公司的财务全部交给你管理，我们一起经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丽芳看了他一眼，你的公司还能救吗？我可以重新开始。建东说，只要你愿意跟我一起，我们重新创业，这次我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。丽芳看着他，眼中有复杂的情绪，毕竟是夫妻多年，感情还在。如果建东真的能改变，他也愿意给他一次机会。好吧，他最终说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是有条件。第一，财务我来管，你不能再乱花钱。第二，我们是平等的合伙人，不是老板和老板娘。第三，如果你再犯同样的错误，我们就彻底结束。建东连忙点头，我答应，我全部答应。他握住丽芳的手，谢谢你愿意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会改变的。3个月后，建东和丽芳的新公司开张了，公司名字叫诚信建材贸易有限公司。这次建东没有独断专行，所有决策都和丽芳商量，财务完全由丽芳管理，每一笔开支都要她同意。他们不再追求虚假的排场，而是踏踏实实的做生意。虽然规模不大，但经营得很稳健，员工只有8个人，但都是踏实肯干的。建东也不再动辄请客吃饭，而是把钱花在员工的福利和公司的发展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对丽芳的态度彻底改变了，不再把她当成附属品，而是当成真正的合作伙伴。有一天，公司来了一个新客户，建东想请他吃饭谈合作，预算多少？丽芳问。500块吧。建东说，就在公司附近找个小餐厅，不用太豪华，谈业务主要还是看产品和服务。丽芳赞许地点头，这样想就对了。以前你请客动辄几千块，其实很多都是浪费。客户真正看重的是你的诚信和专业，不是你花了多少钱。建东深有同感。是啊，我以前想错了，以为花钱多就能显示实力，其实是虚荣心作怪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实力是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。晚上回家，丽芳做了4个菜，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但营养搭配合理，味道也很好。今天花了多少钱买菜？建东随口问。80块。丽芳说，买了点肉和鱼。咱们现在生活水平好了，也不用像以前那样省了。建东想起以前给他20块钱买菜的事，心里还是很惭愧。丽芳，我以前真的很混蛋，用20块钱让你给16个人做饭，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丽芳笑了笑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。只要你真心改变，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建东点头，心里充满了感激。他知道，如果没有那次聚餐的教训，他可能永远不会醒悟。
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但也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，认识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现在的他不再追求虚假的面子，而是更加珍惜真实的生活，珍惜身边的人，珍惜手头的事业，用心经营，诚信待人，这才是一个成功人士应该有的样子。不是表面的风光，而是内在的品格；不是虚假的排场，而是真实的价值。这一刻，他学得很深刻，也很值得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